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前两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 DeepSeek 在黄金最大单日跌幅那天的一个表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从大家的评论来看呢，我感觉很多人对于 AI 大模型全自动交易还是有很多误解而且很多的这个观点吧都是重复的所以我今天呢就统一出个视频挑一些大家最关心的点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拙见。并非拙见，全是干货，收藏点赞没毛病。首先就是 AI 可以用来做交易嘛那么大家看我屏幕的这个区域我这是一个实盘的账户接入 DeepSeek 应该2周多的时间总共是200多笔交易那么大家的话看右边这个我框选出来的这个区域就可以了因为我这个账号有时候它会跑一些其他的这个测试页所以它的统计数据会被污染大家只看这块就可以了这后续这里都是 DeepSeek 自主交易的能够看出来刚开始的曲线像这个心电图一样就没什么动静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提示词写的太保守了导致这个 AI 呢它在这块就是不敢下单就不敢去试错后来呢我应该是在这哪一块应该就是这块手动修改了几行提示词后面的话就开始正常的开始做交易了并且曲线还不错毕竟是刚经历了黄金的最大单日跌幅，在这种极端的行情下 AI 呢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情绪化行为就没有上头，而且也给出了与当时行情方向一致的做空决策它这个表现呢还可以了就很优雅就真像那么回事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它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早虽然它是已经做了这个200笔交易了它的交易嘛也是有亏有赚因为我这里要求的就是 AI 不要去扛单错了就要止损，对了呢就给我拿住所以它里面是没有这个马丁网格等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它的这个胜率呢也就是个44%但是盈亏比平均下来有个1比2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在当前样本下胜率与盈亏比结构上是正期望的当然它这里的这些数值都是浮动的会变化的，正如我在去年也就是几个月之前就说过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去看 AI 交易的可行性的话时间短样本小我是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该研究也得研究万一未来的走向真的是进入到面向提示词交易的时代，那我们也好有个准备最起码我们积累一些经验好，那么这就是大体的一个情况没有太多值得说的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就是 AI 可以用来做交易吗？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有个前提是你要在清晰的风险边界之内去用因为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高级工具那么工具的话它就要有正确的使用方法否则你一味的去蛮干那都是不行的这两天不是还有个网友发了个视频说是使用这个什么 OpenCloud 在 Polymarket 帮他做交易那么本身这个 AI 是要下500刀最后出错了，下了多少10万而且方向还看反了所以10个 W一夜之间就造没了他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典型的这个反面案例好，第二个点是不是 AI 自己去做交易计划那么讲这一点刚好也让我可以说一下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就是不少人他脑海中的这个 AI 交易的概念我觉得很不对因为有些人觉得他用这个 DeepSeek 或者 ChatGPT 帮助自己写量化代码，然后他把代码 copy 下来编译成程序进行这种固定规则的交易他把这个叫做 AI 全自动交易，我觉得是不对的用 AI 写代码那叫辅助编程这个很早就有了这样的 AI 它只是你的秘书就帮你干这个脏活累活的而我们现在讲的是 AI 的实时决策就是 AI 会针对于盘面上的任何变化都主动的去分析去做交易计划DeepSeek 或者 OpenAI 这种大模型我们把它的这个接口直接连接到 MT5 上就不是让这些大模型帮你写策略，而是让他们直接坐在电脑前当一个不知疲倦严格执行纪律且能听懂人话的全知全能的专业交易员，让他自主的去做这些交易
就是你想让它有什么能力，你想让它趋向于什么样交易大师的一个风格，你就用大白话告诉他，他就有什么样的能力啊，他会实时在线的去做决策，做交易计划。所以不是让 AI 写代码的啊，这两者之间说了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啊，就不在同一个维度啊。当然如果大家对于 AI 辅助编程这块更感兴趣啊，我也可以讲一下啊，那个讲起来相对来说还会更简单一点啊。好，第3点，用 AI 自动交易是不是很贵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他们觉得这个 AI 啊很高大上啊，离自己很远，觉得自己没法用啊，更别说把它用在这个交易上啊，这就是大错特错啊。那么恰恰相反啊，现在 AI 的使用成本是真的便宜啊。那大家看我这个屏幕上啊，那么这是一段统计数据啊，真实的统计数据啊。我这里是消耗了385万个 token 的数据量啊，那么总共是发起了2542次请求啊，那么一共用了多少钱呢？大家看这里啊，用了4块6毛4分，对，你没听错啊，不到一杯奶茶的钱啊，就雇佣了一个顶级分析师啊，给我分析了2542次啊，那么平均算下来才0.0018元啊，那么45路的话，等于没花钱啊，真的是很便宜啊。因为我们其实主要是聚焦在交易啊，就不会跟它做太多的这个闲聊啊，并且 DeepSeek 啊，包括其他 AI 也有啊，因为他们的这个缓存的命中的一个机制啊，因为他们这有一个缓存命中的机制，再加上交易的这些数据啊，很多时候它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快啊，很多时候都是能够触发它的缓存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会给你打1折的啊，所以其实不用担心这个硬件和成本的问题啊。现在的 AI 它就是个白菜价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 DeepSeek 它这个价格单啊，输入的话100万的 token 是0.2到2元之间啊，那么输出的话会稍微贵一些啊，是3元啊，但依旧很便宜啊。那么如果说你的请求能够触发这个缓存命中啊，那么就是打1折啊，就是0.2元啊，很便宜啊，所以我觉得成本这一块真的不用担心啊。好，第4点 AI 是怎么做交易的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把它想的那么的神秘，那么的复杂。我们在战术上要重视它，但是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它啊，就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就这样想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读过人类所有书籍的超级输入法啊。那么你现在拿起手机，你打一个我爱，后面可能就会出现我爱你，我爱中国，我爱说实话等等之类的啊。那么非常粗糙的去讲 AI 它这里就是做这种概率接龙啊。那么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啊，如果说你说它是接龙，它只是猜下一个字，那么它怎么会读懂逻辑，怎么能写代码，甚至它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行情啊？那它真的是像人一样去做这样的思考吗？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 AI 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涌现啊。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把全世界金融书都背下来的学生啊。刚开始他确实是这个死记硬背啊，但是当他书读的足够的多啊，他题刷的足够的多的时候，这个量变引起了质变，他的脑子里突然就长出了对于规律的一种直觉啊。那么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会像是一种盘感。这里举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非能数据啊。那么这个 DeepSeek 啊，他已经读过了成千上万篇历史新闻，那么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每当就业人数大超预期这几个汉字啊，这几个字出现之后，紧接着的大概率会出现黄金跳水、美元拉升啊。那么这种新闻到行情的这种因果关系已经被压缩进了它的千亿参数里，所以当你现在问他非农超预期黄金怎么走，那么他就不是在瞎蒙啊，也不是说很神秘的去预测未来，而是在已知条件出现时给出历史上最常伴随的市场反应啊。所以所谓的 AI 神机妙算，不过是读万卷书之后的自然涌现。好，第5点啊，那以后是不是都不用写代码了？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因为如果你是完全的面向提示词进行交易啊，那么你确实不需要写代码，你只需要把你的交易哲学告诉 AI 啊，只需要修改你的措辞啊，那么 AI 自然会拥有很多能力啊。但是如果你说代码以后都不重要了，那我的看法或者说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啊。我觉得代码反而比以前更重要了啊。打个比方啊，
AI 它是大脑啊，但代码它是手脚和神经啊。如果你只靠 AI 啊，那么它就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啊，没有执行力。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个 AI 它偶尔还会发疯。大家千万别忘了啊，大模型它是有幻觉的，是会胡说八道的啊。我前面举的那个 OpenCloud 那个网友的翻车案例啊，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啊。网友让这个 AI 帮他交易啊，但是只是因为网页没有弹窗啊，没有提示成功，所以 AI 就慌了啊，就像个强迫症一样疯狂的重复下单啊，给他重试了40次啊。我这里猜测一下，要不是他账户的金额限制啊，可能还会下得更多啊。反正就是一夜之间啊，10万块打水漂了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因为它这个 AI 依赖的是视觉和反馈啊。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可能只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对于它来说，可能就意味着失明啊，或者说失聪了啊。但这种情况如果说放在写代码的人手里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因为你底层的代码里肯定会有风险控制啊，肯定会有硬约束啊，毕竟你是要真金白银的下场的。如果说你只是去写提示词啊，你用这个大白话求着 AI， 千万不要乱来啊，千万不要这个胡说八道啊。你没有一个底层的代码去做相应的约束啊，那你就是在拿身家性命去赌 AI 今天不会发疯啊。因为即便是发疯了，对于 AI 来说，它肯定是无所谓啊，因为它胡说八道，它大不了就是网页被关掉而已啊。而你损失的却是真金白银啊。所以没有底层的这个硬约束啊，你只依赖提示词的约束，那本质上就是在把风险控制交给一个不具备责任意识的系统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顶级交易员一定是双修的啊，就是第一，你要有驾驭 AI 思考的软实力；第二，更要有代码构建底层防线的硬实力啊。那么套用王阳明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愿你有菩萨心肠，更有金刚手段。这也是在未来，如果大家都是面向提示词做交易了，而你相比较其他人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好，第6个点，为什么要用 DeepSeek 啊？这个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啊，因为我现在目前开发的这套系统，它部署在服务器上使用的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啊，但是 EA 它也是完美兼容这个 OpenAI 的啊，也就是它既可以用 DeepSeek， 也可以用 OpenAI 啊。那么这两家的这个 API 文档是大差不差的啊，完全取决于你想使用哪一家的接口啊。那么根据之前的这个 NOF1 大赛中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的这些大模型，比如 DeepSeek、Queen 啊，都是比国外的 AI 最起码在交易方面啊是要强那么一些的啊。而且我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对于 AI 还是没有那么的放权啊，就是没有那么的自由的让 AI 去天马行空的做交易啊。所以DeepSeek 它对于现阶段来说就已经完全够用啊，而且它确实便宜啊，有性价比比较高啊。好，最后一点啊，为什么不在本地部署啊？这个我真的是不想说太多啊，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交易场景而言啊，本地部署的性价比并不高啊。你本地的话，就我们这个硬件条件啊，你能跑多大的模型吧啊？你跑的不还是那些蒸馏版、阉割版啊？就算你折腾到最后把这个模型压缩到能稳定的帮你输出交易逻辑了，那么这个 AI 有没有可能已经退化成了规则拟合啊？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啊，真正的智能决策和复杂的规则拟合，它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所以考虑到这些问题吧，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啊。官方的完整优化版，它的训练数据会更新更强，响应也更快啊，而且你不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啊，你一顿猪脚饭的钱就可以用很久很久了。但是我也不是说你搞这个本地模型没有价值啊，而是就当下普通个人的硬件条件和时间成本来说，它不是一个划算的选择啊。好，这种 AI 的交易方式和我们之前的策略业的交易区别还是很大的啊。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说的啊，但是考虑到时间问题啊，如果你觉得我这里哪里没有说到，或者你觉得说的不对的啊，还请友好评论啊。那么东西很多啊，反正我针对于这一块我是大概划分了8个独立的模块啊。那么后续准备好了，我就会把全部的资料啊、讲解视频、全部的源代码，包括提示词啊，都发到我们的内部课程中啊。我不会公开的去做太大篇幅的分享了啊，那是吃力不讨好的啊。
好，这里借这个视频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万事如意，发东南西北，旋风财啊，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啊。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